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抽象的教程，就是一个这样的抽象人头啊。然后呢，这是我刚用 Cycles 渲染出来的。好，我们先出去。如果想找到之前我的账户里的抽象教程，大家可以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列表58。这里呢，前面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包括虚幻引擎5。就都在里面。然后呢，大家可以看见这些名字来找到自己想要的教程，以及 Brenda 的基础教程。OK， 然后呢，从第2页开始就是按照 Brenda 为主的各种分类的教程，大家可以找到抽象教程，有一个文件夹是抽象教程的。因为针对有一些粉丝特别喜欢抽象啊，就在这抽象教程 ，OK， 大家点击进去以后就能找到我账户底下所有的抽象教程都在这归类了，好吧？然后呢，我们现在这就是已经做好了的，然后呢，可以进入新的一个文件，我们来重新做一次，先把这个立方体删掉。然后呢，这个人头是在哪里找的呢？是在 sketchfab.com 这个网站。当你在这它搜索，这里呢有收费的，也有不收费的啊。然后呢，把这个 animate 勾选关掉，然后呢，它这里出来的人头就是免费的 ，OK。然后呢，你可以找到你认为合适的一个人头啊，找到一个免费的，这个就是我找的啊。大家点击可以找到 Mailhead， 它的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呢，点击下载。点击 GLTF 这个 download， 然后就会在你的下载文件夹有个 mailhead.zip 为结尾的文档啊，压缩文档，然后鼠标右键解压 ，OK， 然后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我们一会儿就要用这个 GLTF 导进去 ，OK， 好，我们现在呢先可以import GLTF， 这是 Brenda 的 3.4， 好，我们进入下载文件夹，找到这个文件夹，点击新GLTF， 好，大家可以看这个人头就在这儿了，对吧？好，我们点击这个人头，直到它边是变黄了，然后在 Object， 在 Origin， Geometry to Origin， 这样的话，它的人头整个中心原点就在它的中间位置 ，OK。然后数字3按一下，数字3键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 Brenda 它一打开 Brenda 自带的灯和摄像头都关掉啊，然后我们重新加一个 camera。然后呢 Ctrl 加 Alt 的 L 键，再加数字0啊，自动就摄像头就包在里面了啊。然后呢，在这里下面也选摄像头，这上面也选摄像头 camera。然后在 focal length 这里呢，我们可以变成75毫米 ，OK。好，然后呢，在 import display 这里呢，一会儿我们要给它一个设置啊，让它周边的框都变黑色，现在暂时不做。然后呢，这时候 N 键出侧面来，这里勾选，这里呢是 View 啊 ，VIEW， 点击这个键，因为我这插件太多了看不见啊。勾选 Camera to View， 然后鼠标滚轮中键，你可以把它居中滚轮稍微滚一滚就出来了。把它勾选关掉 ，N 键进侧面来啊。当然你也可以 N 键，然后再把它放大一点，这样也可以。OK， 好，我们勾选。现在呢，我们再把世界背景变成全黑 ，color， 把它变成全黑。你可以看见，在这里呢，什么都看不见了，对吧？世界背景全黑。然后呢，在 Output Property 就是输出设置这里呢，把它的这个 File Format 我们改到 JPEG 啊，就是，然后呢 Quality 100%啊，质量100%。然后 Render Engine 这里呢，我们就要选 Cycles。OK， 然后呢 ，Device 是 GPU Compute 啊。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 Render Mask Samples 我们把它搞低，等到一会儿真的渲染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搞高。我们先让它变成128。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勾选都给关掉，不需要。OK。好，到 Live Path 这里 ，OK，Live Path 这里呢。我们把这些
这几个通通鼠标左键把它一拉，一起改成16啊，这个指数全改了。OK， 这是什么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中文的意思是，我们进入 interface， 然后呢 Chinese 这里就能看到总数16，漫射16，光泽16，透射16，体积也16，透明也是16。OK， 只要这里给大家看一下中文就知道怎么回事。好，跟着呢到下面的performance 这里 OK，performance 这里呢，它的 memory 这里有个 memory， 让它的 tile size 这里呢就不用太多，256就好了。好，跟着呢让它的，因为这个抽象的颜色让它比较夺目一点，所以呢我们要看 look， 这里有个 color management， 这里有个 look 啊，然后呢可以选 very high contrast， 非常高对比度啊，这个 color management 是颜色管理，这个选的是非常高对比度。OK， 然后呢 use curve 勾选，这个 use curves 呢，其实是你可以在这调一下它的颜色的。OK， 然后呢再跟着在这里我们选这个人头，鼠标右键移下来，再移上去才能看到 Shade Smooth。OK， 这样的人头就光滑了。跟着呢我们需加 D 多了一个。OK， 需加 D 多一个，我先把它打开啊。好，现在可以看到多了一个，是吧？然后呢我们把第一个改名 emission， E-M-I-T-T-E-R， 不是 emission， 就发射器。第二个改名成 H-E-A-D-V-I-S-I-B-L-E visible， 这个就是看得见的人头的一个名字。OK， head visible。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一个 mesh 的 silent 圆柱体啊，然后呢给它旋转90度，就是这样横着的。OK， 是不是90度？在这 rotate 这里改一下，负90或者正90都可以。然后用移动工具移到它的前面。OK， 然后呢，在位置设置这里呢，也可以改它的大小。所以呢，我们把它的 scale 这里改到 0.1， 长度45，这个长好长好长，是吧？我们在外面看它就是这样的。OK， 我们再回到摄像头里看，还是选这个 emitter 发射器。好，如果呢这个头没有就是有一些部位在外面我们可以把它搞在外面，然后呢我们按键出侧背栏最后是勾选 camera to view， 然后鼠标滚轮中间鼠标滚轮中间让它刚好举到中间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还是选这个 emitter， 再用伸缩工具把它变大，变成这样。OK，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 head visible 先隐藏能看到是这样的，对吧？好，跟着呢我们还是选 emitter， 把伸缩工具关掉，把勾选这里勾选也关掉，按键进侧背栏。好，我们主要是给它一个粒子模式了，因为它是一个发射器，名字叫 emitter， 添加，然后呢 velocity， 把它的这个法线的 velocity normal 变成0，然后呢 randomize 这里全是0然后在 render 这里呢，我们要把这个柱子导进去 render as object 物体，这个 object show emitter 勾选关掉，然后呢instance object 呢，我们就是可以选 silent。 OK， 好，你可以看见这打数了，对吧？然后我们还要勾选object rotation， 也就是说在它这里发射的这个柱子一定要跟它一样的方向，所以勾选，你看它就打横了，看得见然后我们的 silent 这里呢，双击改成 instance， 改这个名字，这个柱子就变成了 instance。 OK， 然后呢我们还是选 emitter 发射器，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时间针开始针变0，结束针也变0，这样的话这个抽象感觉就出来了。
我们再选这个 silent， 这个 silent 叫 instance 哈，然后呢，把它的这个也是这里原来它是45的，我们再把它改细变成60，啊，变60，那这些呢就也变细了啊。跟着我们可以稍微把它隐藏一下 ，OK， 隐藏。跟着我们再选这个 Hide Visible， 给它一个材质啊，进入 Shading， 给它一个这个 Hide Visible， 不隐藏了啊，我们给它把它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材质这里删掉啊，给它一个玻璃材质，我们加一个 Glass。因现在呢3.4就是到了你每用一个部分的时候，它就会有点，你看这是就是在那忙转，有点半啊。GLASS， 也就是说用玻璃的材质给它粘上。OK， 好，我们在摄像头里看是这样的。OK， 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不要 Batmap， 我们要下面这个 Multiscatter GGX。OK。然后呢 ，IOR 选 1.6， 可以在 Viewport Shading 看啊，看不见对吧？只能在这里看了。然后呢，我们加一个 Area Light， 好，在 Viewport Shading 看，我们回到 Layout 页面，然后这在 Viewport Shading 看，加一个 Area Light， 加一个灯 Light Area Light， 然后大家可以看见东西出来了。我们把它往上移 ，OK。把它往上移，延到主体上方，然后呢，在摄像头外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伸缩工具先沿绿轴拉长，拉多长呢？也就是说，拉到比这里的长度更长一点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还有宽度，沿着红轴，就这么宽 ，OK， 差不多就行了。好，我们在 Viewport Shading 这样看，在摄像头里看，它现在的光线是不够的。我们给它的这个光线改到 Power 是400瓦。好，跟着呢，我们选 Camera， 选摄像头，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摄像头外围的这个框给去掉了啊。选摄像头，这里也选它的这个 Camera。然后在这儿的时候，我不是说要把它的变成1嘛？那周围这边呢的景物我们就看不见了啊。然后呢，我们还在摄像头里看，选这个 Instance。好，我们现在就不把它隐藏了，跟着照 Shade Editor 给它一个新的 Shade Editor， 选 Instance 啊，不隐藏，然后选 Instance， 然后呢给它一个新的 Shade Editor。我们把它移上来 ，Base Color 呢就是全白 ，Specular 呢0.791 ，OK，Roughness 呢0.245。这 Instance 啊就是这个沙发，其实就这个长度这个东西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这种多彩。所以呢，我加一个 Color Ramp 啊 ，Color Ramp， 因为让它这个光线更好，有这个发亮，所以呢，我粘的是 Emission，OK。好，然后呢，还有一个，我想让它多彩。如果大家是新人，不知道这些材质这个节点是有些啥作用的话，大家可以点击进入B 站，点击我的人像，然后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658。这里呢，前面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刚才说过有 Blender 的和虚幻引擎的和一些代码的啊。然后呢，从这里呢，我们找这个最基础系列教程2。然后呢，这里有好几个材质节点。是比较重要的 Blender 的基础的材质节点啊，有些什么作用我在里面都有说明，大家搞熟一下，然后呢就可以直接进入这堂课。当然了，现在呢就只有黑色和白色，对吧？那我们可以在这个 Color Ramp 呢是给多彩的颜色的，我们把它顶上去，然后呢给它你想什么颜色，多彩有几种颜色，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些光线就会多彩颜色。然后呢，因为你看
看不出是吧？我们再加多一个节点，叫做的是 Object Info， 让它随机 random 连上 ，OK， 这样的话呢，一会儿你再添加，这个时候呢，给它一个蓝色啊，你可以看这多彩颜色出来了，我们再加一个红色有了是吧？再改成黄色是吧？然后再加一个，在这搞一个什么紫色之类的 ，OK， 好，这样的话呢，基本上这里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还可以在这调一下这个emission 的这个光线，对吧？调成5什么的都可以，对吧？看看变成可以在这调一下，看 constant 的话，或者是说B spline 啊，看看哪一种更好看，你就在这就这样子挑吧，对吧 ？Linear 啊，好，现在呢，我们在右上角，因为它的这个柱子呢还是太粗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选这个 instance， 还是选 instance。我们给它这个位置，它的大小设置这里，我们再改。这个 X、Y 轴，鼠标左键往下一拉，0.05。这个长度呢，再改到100。OK， 然后大家就能看这颜色就更加好一点了，对吧？我们一会儿再慢慢的修。然后呢，我们可以 render image 看一下，它会出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现在呢，就觉得有点太白了，对吧？我们再把它的这个光线 area light 降低100瓦，看看怎么样。或者250瓦。然后呢，再在这里这个 shading 这里，还是选回这个instance， 这个光线改到1。OK， 可以看这颜色就基本上就有了。然后呢，你可以在这调啊一些深色的。好，这个颜色就这样是出来的。OK， 好，跟着呢，我们再渲染一张啊，你可以先把它给存盘啊，别忘了存盘，先存盘。我们随便存一个文件，是一个 text 点 brand，OK， 一个这样的文件。好，然后呢，我们 render 一张 image， 一直要等到它这里全变光了啊。好，我们 render 一张以后呢，可以看见它就是这个彩色的感觉就出来了。由它在那 render， 跟着我们进入 composting 了，啊，叫做composting 这里呢，我们把这里选 image editor， 这样的话，我们一边修改就能一边看到这下面变成什么样。然后呢，这一选 render result，OK， 然后这里鼠标移到这儿 ，N 键把这侧边栏进去 ，OK， 然后我们勾选 use nose。好，在这里呢，我们加一个 glare 节点，啊，每用就是现在我发现这个3.4啊，你每用一个节点呢，它就要在这先适应一下，才能给你用啊。好，我们可以了 ，glare，OK， 然后呢，再加多一个 mix 节点，就混合节点啊。这一个界面叫做合成器啊。然后呢，现在基本上这里做了以后，好，我们再加一个 texture。这个叫纹理节点 ，OK。当你渲染东西出来的时候，在纹理节点才会有。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选到这里，给它一个新的纹理啊。这里可以改个名字叫 noise。然后呢，这里选 clouds，
选 Clouds， 然后这里呢 size 尺寸要0 ，OK， 然后这个呢，这里就把我们这个 noise 的这个纹理它调进去，所以选 noise，OK， 这样的话呢，过一会儿它就会出来。然后现在很白的吧，所以呢，我们这个 FAC 呢，给它一个值，这个值搞成0.007。我这儿忘了，这里要选 add 相加这个值 ，OK， 这样的话你才能看见它的出来。然后呢，在这个这里 Streaks 呢，我们改到 Foreglow， 然后呢，这里要高级别的，然后这个 Threshold 要低一点，0.5。好，这个 size 呢改到7。然后我们回到layout页面看，layout页面看，然后呢还是选回 emitter， 选回 emitter， 然后在这个粒子模式这里，我们让它多一点这个线，变成1250。好，然后呢，快要到渲染的时候了，我们就把这个刚才这里渲染这里我们改128的是吧？现在改成了1000。OK， 然后呢，再存盘一次，我们渲染一张，看看它的效果。好，稍微等等，比较长时间。好，现在呢，渲染成这个样子呢，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不够好所以呢，我先不渲染了，我继续在 shading 这里我们还是选这个柱子，我把这个颜色改一下，就是让它颜色更多一点。好，这样的话这个颜色是更多一点，对吧？蓝、红、黄、红、绿，这个绿色也可以稍微深一点。好，然后呢，为了让它颜色更好一点，我把它调成了这样，红色杆在这儿，然后呢，这个红色杆在这儿这里呢本来是 linear 的线性的，改成 constant，OK， 然后呢，这里 RGB 这里一个黄色 ，OK， 然后呢，它的颜色就更好一点了。好，然后我们重新再渲染一张。好，稍微等等。好，现在呢，就基本上就出来了。这个线然后也不会死白的然后基本上就能出来了。等到这里save 可以了，你就可以变成一个JPEG 文档，然后起个什么名字，然后 save 就行了。因为这个里面我已经有了一个了，所以呢我就可以对比一下之前我做的这个 OK， 我已经有了一个，所以我就不存盘了然后呢，这堂课程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堂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愉快一天，明天再见，拜拜。